外汇的一个品种是英镑对美元。当前的这一波英镑对美元的上涨，它是处于什么样一个结构当中？后期整体上行的空间有多大，以及中短期有没有介入的一个机会？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多多关注、订阅、点赞、分享。因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视频的制作，后期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B 站将逐步减少充电128和会员约稿视频的上传，因此大家充电之后要及时的加 QQ 约稿，以及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福利。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英镑对美元，这是咱的一个粉丝约稿。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归到主题，看一下英镑的一个月线图。英镑的这张月线图最早是1971年开始出现了 K 线走势。那从目前的整体结构上来看，我们要分段来研究一下。起手先是一个下跌的三波形态，这次的下跌最高点是出现在 2.644， 最低点是出现在 1.052， 是一个三波的下跌调整形态。那之后呢，从 1.052 再次向上出现了一个三波的反弹走势，最高点是来到了 2.116， 整体的走势依然是一个三波形态，我们依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ABC 的一个结构，并且从它这一次反弹的幅度上来看也基本上是达成了预期。我们可以看到是已经进入到了618和764这个区域之内，所以说在此处形成这个结束这个三波反弹也实属正常。那通过前面两波的走势，我们来推导后期的走势。那从目前的走势结构上来看，后期整体英镑应该还是会以震荡下行的结构来运行。也就是说，从 2.644 开始，此次向下的长期调整走势结构并没有完成。那也就意味着后期大概率还会出现新的低点，只不过中期目前是处于一个反弹走势结构当中。那么目前我们把它第一波的三波下跌形态认为是一个 W， 蓝色段的三波反弹认为它是一个 X 浪。那目前就是处于这个外浪当中。从目前外浪的走势结构上来看，应该是外浪一已经结束外一已经结束。这个外一结束之后市场将会迎来一波向上的一个 Y2 的反弹。等这个 Y2 反弹结束之后，再次向下创出历史新低，整体走势会完成以上这样一个结构。那目前最近的这一波下跌是跌到了，这是 Y1， 最近的这一波下跌走势，我们看一下最低点在哪里， 1.0923。 那当前处于这一波的反弹，它其实就是一个 Y2。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用黄金分割来看一下此次 Y2 向上反弹的一个空间有多大。通过黄金分割大致能了解到这个 Y2 后期可能会反弹上行到黄金分割 50% 一线，也就是 1.5812， 这是一个关键的压力目标。那从当前的走势现价来说， 1.3505 距离上方这个点位还有一个较大的空间大致有2300点的这样一个上行空间。所以说目前这波外浪2的反弹应该还没有走完外浪2的走势还没有结束。那这个外浪2内部结构有可能最终演变的结构它依然是会出现一个三波的形态。所以现在当下我们重点要分析的就是这一波外浪2的内部的一个走势结构特征。通过目前的走势来看，外浪2当中的第一波形态应该还没有结束，但是也是处在这个后半程了。因为距离上方的趋势线压制以及距离上方的黄金分割 0.382 这个位置其实是非常接近的382的位置是位于 1.4541， 趋势线的压力是位于 1.4080， 这就是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外浪2当中的第一波反弹走势的一个结束的一个位置。那结构上来看呢，
后期整体的一个运行结构，它有可能是以这样的形态来展示。首先完成第一波反弹浪，然后再次向下出现一个深幅调整。等这个深幅调整结束之后，可能市场会再次迎来向上的一个反弹。中间的结构划分来说的话，就会分为3步来运行。可能第一波这个蓝色段可能就是反弹外浪2当中的一个 A， 后期向下调整，黑色段是一个 B， 然后再次向上完成这个 C。整体走势最终会完成这个外浪2全部的一个运行形态。那其实以这样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其实我们就是已经处于这个外浪2当中这个子浪 A 的一个后半程行情。从目前点位 1.3500 涨到最近的压力 1.4080， 那大概是有580点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从相对底部来看的话，它其实大部分的反弹走势幅度它已经是运行完毕了，可能后期只是再冲刺一下，创出本轮反弹的一个新高，就会选择这样结束。同时呢，如果在刚才所说的 1.4080 附近结束的话，那么又会和左侧的这个结构形态会形成一个相对的头肩底的这样一个运行结构。所以从长期走势来看，目前是已经处于子浪 A 的一个末端。但是从中短期来看，目前来看距离上方的位置还有较大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中短期还是可以参与的，但是后期一定要注意这个子浪 B 的再次回撤，因为这次回撤相对来说的话，它的幅度空间都会非常大，极有可能会回到左侧这个平台底部的位置，也就是 1.2 附近大致从相对的高位来看的话，向下的话可能会有2000点的一个回撤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调整到更小的周期来看一下中短期有没有参与的一个机会。首先我们还是要分割一下此次反弹的一个内部形态结构起手这是一个3波形态，然后相对的高位它是走出了一个扩散调整形态，整体还都是属于子浪 A 内部。那以前面2种形态的结构来看的话，那近期其实就会有可能会根据第一阶段的蓝色段，它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调整，然后再次上涨。从目前的走势结构上来看的话此处运行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或方式来走出最后的这个上涨结构。那通过目前的黄金分割可以看到，下方的支撑它是位于382附近，位于 1.3140， 这是一个关键支撑。下方关键的防守位置它是位于 50% 这一线也就是 1.2940。 后期整体上行的目标那就是 1.4080， 这是刚才我们说过的一个位置首先我们还是先看这里，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下波浪尺测算一下第一段的蓝色和第二段蓝色的它的幅度比例关系。可以看到如果按照1:1的关系的话它基本上能看到 1.4480 附近和之前所说的这个 1.4540 比较接近。通过以上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我们先重点关注的就是 1.4080 到 1.4540 这2个位置，至于 1.4880 再说。所以中短期的结构，我们近期主要就是看是否有2次回撤的一个机会，回撤到 1.3140 附近。如果在这个附近出现类似于上一次的这样子一个相对低位的十字星信号的话，那么就是一个介入的机会。届时如果周线级别的十字星出现，完全可以将防守放在十字星的底部或者是底分型的底部低点就可以了。那后期整体上涨的目标还是刚才所说的，可以看到 1.4080 或者是 1.4510 1.4540 这2个位置。这是目前我们看到中线出现的一个小波段的一个机会。至于市场是否会回落到我们所预期的这样一个位置，还要等待市场的一个验证。这是当前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中期结构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月线图。刚才说到了整体的月线图，从1970年以来，这个英镑都是运行在一个中长期的回落调整结构当中。因为这个外浪下跌，目前是外2反弹，后期还会有一个外3的一个下跌，创出历史的新低。那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后期英镑
长期走势大致会运行到下方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通过波浪尺来看到，如果一旦后期跌破历史低点 1.0420 附近的话，那其实整体下方的下跌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由于距离1比1的距离过远，那么首先我们会取一个618和1之间的一个中值，大概中值的一个位置，那也就是位于 0.8600， 这是有可能或者说潜在的后期英镑长期的一个目标位。当然目前我们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长期会出现英镑对美元的这样一种走势，但是按照波浪理论的规则，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后期整体向下运行的空间还是比较大。当然行情也是一段一段去运行的，我们操作也是一段一段去介入的。对于中期走势，那么目前我们就是先完成这个 Y2 浪之内的这个 A 浪的首轮反弹，然后届时再考虑操作这个子浪 B 的这个回落，并且后面还有这个子浪 C 的再次上涨，这里所需要的时间也不会短。其实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之前黑色段的第二波走势的它的一个时间划分、时间跨度，可以看到大致是用了50个月也就是4年多的一个时间。那从目前的这次的低点来看的话，那也就是基本上是到了27年，这一波整体的 Y 浪2的反弹才有可能全部结束，所以还有1年多的时间将近1年半的时间。在这1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主体思路还是以看反弹上行为主，但是中间要关注到其中黑色段子浪 B 的一个回撤走势。好，以上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英镑对美元长期波浪结构形态的全部划分。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处于其中次级别的 Y 浪的一个次级别反弹的结构当中中期可以选择尝试继续向上看。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